항정살맛 치킨만 했더니 치킨맛。如果说烤肉是韩国料理的门面，那么在充满烟火气的传统市场里，隐藏着一种更生猛、更硬核的味觉崇拜——铁板猪杂。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一位被誉为机关油之神的眼镜大叔。他的小摊没有豪华装修，甚至连招牌都显得有些随意。但9000韩元猪杂无限畅吃，只要你敢吃，老板就敢一直烤。这种吃到扶墙走的豪横，让这家毫不起眼的摊子火得一塌糊涂。凌晨3点，城市的喧嚣还未退去，这对夫妻档已经在狭小的档口打响了第一枪。虽然灶台经历了岁月的洗礼，表面黑黢黢的，但老板的一盆清水泼上去，瞬间升腾起的白色蒸汽，这不仅是高温消毒的仪式，更像是一场美食战役的冲锋号。最先登场的就是店里的绝对王牌鸡冠油。别被名字骗了，这其实是包裹在猪肺周围的一层网状油脂，因为形状像鸡冠而得名。在国内，这玩意儿通常是被嫌弃的下脚料，或者直接扔进锅里炼油。但在韩国老饕眼中，这是比五花肉还要珍贵的宝藏。大叔手法麻利地将整块鸡冠油铺满铁板，高温接触的瞬间，油脂疯狂析出，空气中弥漫起一股原始而霸道的肉香。看着它们在铁板上逐渐鼓胀、卷曲，变成诱人的焦糖色，油脂在高温下滋滋作响的声音，光是听着，口水就已经在嘴里疯狂打转了。另一块铁板上，老板倒下了一整袋未经处理的厚切猪腰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保留了骚馅的猪腰，主打就是一个原汁原味的野性。随着温度升高，一股浓烈的气味直冲天灵盖，那味道，懂的人视若珍宝，不懂的人可能会当场窒息。老板笑着说，这味道闻着上头，一天不闻还浑身难受。为了不熏跑整条街的客人，他必须在天亮前完成这轮生化武器的转化。经过高温的洗礼和老板行云流水的翻炒，水分被逼干，异味逐渐消散，留下的只有紧实弹牙的肉质。但这还没完，为了追求极致口感，老板祭出了独门绝技——筛网摇摇乐。烤好的猪腰被倒入特制的筛网中，随着老板有节奏的抖动，那些附着在表面的焦黑杂质和多余碎屑被无情剔除。经过这番净化仪式，猪腰褪去了粗犷，只留下纯粹的肉香。紧接着登场的是低调王者猪心，这块猪身上最强壮的肌肉纹理紧密如发条，在大叔的铲下，猪心快速变色，表面浮现出迷人的焦黄，口感紧实有嚼劲，还没有多余的脂肪，绝对是健身党都会心动的优质蛋白。还有那鲜红欲滴、细长柔韧的猪舌头，口感介于猪肝和瘦肉之间，带着一丝独特的粉糯和回弹，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挑逗。经过整整6个小时的铁板鏖战，当第一缕阳光洒进市场，所有的食材都已经变成了诱人的熟食。此时，小摊也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。只要9000韩元，约合人民币40多元，你就可以坐在这里，享受这场没有上限的内脏狂欢。老板会根据你的食量和喜好，把食材剪成适口的小块，混合着在铁板上复热。滋啦滋啦的爆响声中，香气再次爆发。在这里，没有复杂的蘸料，也没有花哨的摆盘，吃的就是那一口热乎乎的油脂香和内脏特有的嚼劲。配上一瓶冰镇的烧酒，一口肉一口酒，所有的疲惫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这种粗犷豪迈的吃法，或许才是韩国街头美食最迷人的底色。欢迎来到碳水与油脂的快乐老家。今天咱们要把目光锁定在韩国传统的街头霸主——韩式大锅炸鸡。不同于那些开在商场里精致的韩式炸鸡店，这种开在露天大棚下的路边摊，才是韩国炸鸡界的扫地僧。没有复杂的调味酱汁，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，这里主打的就是过足猪瘾。天刚蒙蒙亮，市场的喧嚣还没开始，摊主已经在这个简陋的档口前忙碌起来了。首先登场的是这一桶桶看着像机油，实则是大豆油的液体。接着请出小摊的镇店之宝，3口祖传的大黑铁锅。这成色，这包浆，没个50年沉淀不出这效果。几十斤油倒入锅中，配合底部的高压燃气灶，蓝色的火焰在炉膛内咆哮。这架势别说炸鸡了，扔双拖鞋进去都能给你炸得外酥里嫩。而接下来面糊的调制过程更是充满了硬核的生活智慧。只见老板掏出一把装修用的冲击钻，插进桶里就是一顿狂搅。这种高强度的离心运动能把面粉里的面筋完全打散，确保炸出来的脆皮比你家承重墙还要结实。镜头转到后勤区，
摊主将一箱箱新鲜的鸡腿搬运到位，接着将大量的碎冰铲进几个保温箱中，随后将粉嫩的鸡腿整齐地码放在冰层之上。在条件有限的露天市场，这种底层铺冰的土法冷链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保鲜手段。接下来就是烹饪时刻，摊主用夹子夹起冰鲜的鸡腿，送入刚才调制好的黄金面糊中，鸡肉在面糊里快速翻动，利用面糊的粘稠度，让这层黄金战衣裹满鸡身的每一个毛孔。这个面糊的厚度也非常有讲究，太厚了吃起来像嚼面团，太薄了又挂不住油，全靠师傅多年的手感把控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重头戏上演。此时锅内的油温已经飙升至170度，裹满面糊的整鸡以一个极其舒展的姿势滑入滚烫的油海。只听滋啦一声爆响，高温瞬间锁住了表皮，这只鸡走得很安详，甚至在锅里游得还挺舒展。摊主手里的长夹子不仅要防止鸡肉粘连，更要不断地将浮出油面的鸡肉按下去。这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在高温蒸汽的熏烤下，其实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。随着油锅里的气泡越来越密集，原本白色的面糊在高温下迅速脱水硬化，并逐渐转变成诱人的金黄色，表面炸出了无数细碎的鳞片，这正是无数老饕最爱的卡路里之源。经过10几分钟的历练，这些鸡终于迎来了高光时刻。摊主用那个看着像捕鱼网一样的巨型漏勺，一把捞起几十只炸鸡腿，多余的油脂顺着鸡腿滑落，留下的只有纯粹的脆与香。虽然咱们都知道这就是纯粹的糖油混合物，是体脂率的死敌，但在这种绝对的视觉冲击面前，什么卡路里计算器都得当场死机。在这里，没有韩式炸鸡店里那些花里胡哨的甜辣酱，通常只撒一点椒盐，或者给一包最简单的干料。顾客来了也是豪横得很，不按两卖，直接拎走一只整鸡或者装满一袋子的鸡腿，趁热撕开一只，脆皮咔嚓作响，感受那滚烫肉汁在舌尖爆开的瞬间，然后由衷地喊出一句马西达。在这一刻，忘记房贷，忘记加班，只剩下脂肪带来的纯粹快乐。这些被我们称作寿司的东西，到韩国却叫紫菜包饭。它是韩国人早餐、野餐以及感受自然风光时最中意的选项。在韩国京畿道安阳市的中央市场，有家由金阿姨掌勺的老店，没有豪华的门面，也没有花哨的宣传，凭借真材实料和纯手工的坚持，一天能卖出上千份紫菜包饭，成了方圆数里无可争议的早餐记忆。凌晨4点，当整个城市还在沉睡时，年过60旬的金阿姨准时推开店门，开始了忙碌而繁琐的准备工作。对于紫菜包饭来说，米饭是基石。阿姨选用的是优质的精米，淘洗时非常有讲究，水不能过度冲洗，以免流失米粒表面的淀粉精华。米饭入锅前，加入适量的盐和灵魂般的芝麻油调底味。这看似简单的一步，却是紫菜包饭香气扑鼻的关键。趁着焖饭的功夫，金阿姨开始了体力活，准备鸡蛋皮。你很难想象，这家小店每天仅鸡蛋这一项配菜就要消耗掉整整300个。光是把这300个鸡蛋一个个敲开打散，就要花费半个多小时。巨大的不锈钢盆里，金黄的蛋液被搅打至顺滑无泡，随即热锅烧油，阿姨熟练地将蛋液铺满锅底，火候拿捏精确到秒，利用余温让蛋皮定型。一张张金黄薄透的蛋皮被反扣在身后的盘中，堆叠成一座诱人的黄金山。待蛋皮晾凉后，再将其改刀切成2厘米宽的厚条。这种厚切蛋皮入口时极其蓬松软嫩，是紫菜包饭中温柔的底色。蔬菜的处理同样不能马虎，新鲜大个的胡萝卜削皮切丝，投入沸水快速汆烫。这个过程极考验经验，时间短了有生味，长了则失去脆度。阿姨控制在断生的瞬间捞出，并在堆成山的胡萝卜丝中间掏出一个洞，利用空气对流让其快速冷却，锁住那抹鲜艳的橘红和原本的清甜。肉类食材的加工为包饭注入了油脂香气。成块的火腿切成厚条，放入锅中小火慢煎，直到边缘泛起焦黄，肉香被彻底激发。另一边，成品的蟹柳被手工撕成细条，方便包裹的同时，更能让海鲜风味丝丝入口。而在金阿姨的配方里，还有2样绝不能少的灵魂，一样是韩国特色的鱼饼，必须在特制酱油水中熬煮，吸饱咸鲜的底味；另一样则是牛蒡，经过酱油糖水的炖煮，变得黝黑发亮。它独特的泥土芬芳和嚼劲，能在一众软糯食材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再配上爽脆酸甜的腌萝卜条，经过9981道工序，所有食材准备就位。此时，米饭也终于迎来了开盖的时刻。揭开锅盖，热气裹挟着浓郁的芝麻油香扑面而来，米粒晶莹剔透，熟度恰到好处。阿姨将米饭盛入泡沫箱内，保温待命。此时，门外等待的食客已经排起了长队。为了应对这日销上千份的需求，金阿姨和身边的助手开启了高效的流水线模式。金阿姨负责铺设紫菜和米饭，抓起一团温热米饭，迅速摊平，薄厚适中。随后顺势接过助手配好的一大把配菜，将这满满当当的馅料往紫苏叶上一放，利落的一卷一压，没有什么花哨的动作，就是单纯的快和稳。这样的动作，金阿姨每天要重复800到1200次，除了日常帮衬的散客，还有周边的幼儿园、公司都在她这拿货。最后一步，先将长卷切成方便入口的小段，再在包饭表面刷上一层亮晶晶的香油，撒上一把白芝麻。整齐排列在砧板上的紫菜包饭，红黄绿白黑5色相间，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。这样一份用料扎实、纯手工制作的紫菜包饭，售价仅为1500韩元。轻咬一口，紫菜的韧性、米饭的软糯、蔬菜的爽脆、肉蛋的咸香在口腔中瞬间爆发。金阿姨靠的就是这一卷卷扎实饱满的碳水炸弹，征服了无数食客的胃。在韩国，五花肉是餐桌上的轻奢信仰，通常只出现在聚餐的烤盘里。但这家街头小店的老板却豪横的离谱，直接将五花肉搬上路边摊的铁板，做成了让肉食动物疯狂的芝士泡菜五花肉卷。没有花哨的宣传，全靠真材实料。每天仅开摊3小时，却能让食客心甘情愿排长队，只为那一口油脂爆开的极致满足。探究这道美食的魔力，得从开摊前的准备说起。老板每天一大早就要备料，首先处理洋葱，新鲜饱满的洋葱切丝，擦入胡萝卜丝增色。这些蔬菜并非直接卷进肉里，而是先在平底锅中小火慢煎。随着温度升高，洋葱辛辣刺鼻的味道挥发，取而代之的是慢煎带来的自然甘甜。趁着煎洋葱的间隙，老板开始熬制这道菜的灵魂——秘制料汁。这可不是随便的酱油兑水，巨大的桶内放入10几种真材实料的蔬果香料，加水慢火炖煮。当满屋飘香时，老板会将桶内炖烂的食材全部打捞丢弃，只留下那锅浓缩了精华的褐色汤汁。这种去其形、取其神的做法，保证了料汁口感顺滑，香气浓郁而不浑浊。配料就绪，真正考验耐心的手工环节开始。制作五花肉卷无法依赖机器，每一卷都需亲手完成。案板上切得薄厚均匀的五花肉片整齐铺开，数张肉片交叠拼成一张肉网。紧接着，老板先撒上一层黑胡椒粉提鲜去腥，随后放入韩国人离不开的韩式辣白菜，这酸辣口是解腻的关键。接着叠上一片金黄浓郁的芝士片，增加醇厚口感。再铺上一片清香的苏子叶，平衡油脂。最后抓上一把炒好的洋葱丝。老板手法娴熟，将所有食材紧紧包裹，利落地卷成紧实的肉卷。看着案板上堆积成山的成品，红白相间的纹理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美味风暴。夜幕降临，巨大的长方形铁板预热完毕，老板将一个个胖乎乎的肉卷码放在铁板上。冰凉的五花肉接触几百度的铁板，悦耳的滋啦声此起彼伏，油脂从纹理中渗出。但这并非简单的干煎，老板舀起满满一勺秘制料汁淋在肉卷上，腾起的白色蒸汽裹挟着肉香和酱香，霸道地占据街头。这就是老板的独门秘籍：半煎半卤。料汁在高温下沸腾浓缩，渗透进肉卷缝隙。待一面煎至定型变色，老板熟练翻面，再次淋汁。这个过程反复多次，每一次翻面都是味道的升华。这种烹饪方式既利用铁板高温锁住肉汁，产生美拉德反应，让表面呈现诱人的焦褐色，又利用料汁炖煮，让内部蔬菜和芝士充分融合。约15分钟后，一锅40个肉卷完成蜕变。在暖黄色灯光下，每一个都油润透亮，散发着无法抗拒的光泽。虽然用料扎实，价格却意外亲民，一份仅售4000韩元，约合人民币20多元。出锅后，老板会贴心地剪成小段装盒，若喜欢，还可挤上沙拉酱或黄芥末酱增加风味。迫不及待夹起一块送入口中，首先感受到表皮的焦香与微脆，紧接着是肥肉爆出的油脂香。就在觉得稍微腻时，辣白菜的酸辣、
苏子叶的清香及洋葱的甘甜瞬间在口腔炸开，中和了油腻，最后留下芝士的浓郁奶香。各种食材精华完美融合，层次分明。这不仅是街头小吃，更是一次对味蕾的极致宠溺。在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夜晚，还有什么比站在路边大口吃肉更能治愈人心呢？